想要洗出来的猪肚干净又无异味，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，别再像以前一样加食盐和面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今天我教你一招简单的、干净卫生还无异味。说到猪肚的话，还真是和螺蛳粉、臭豆腐一样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吃到肚里亮堂堂啊，味道真的是太上头了。很多人都不乐意弄，就是嫌麻烦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对方法。今天这个清洗猪肚的方法，你一定要随我学一学，保证你洗出来的猪肚干净无腥味、臭味。我们先往猪肚中加入50度以上的热水，自己能接受，不烫手就好。不要用冷水去清洗猪肚，否则猪肚在清洗的时候就会越洗越黏。看看我们这样搓一搓，揉一揉，其实大部分的粘液呢就已经被洗掉了。清洗猪肚着重清洗这一面，粘液和杂质非常多。新鲜的猪肚和大肠千万不要靠近了去闻它，因为味道太重了，会让你失去食欲的。还有这黄黄的东西，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，有必要时用刀刮一刮，这些都是异味的来源。看看这盆中的杂质，所以说第一遍用热水来清洗，效果是特别好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清洗一下，这就基本没有什么粘液了。这会儿我们再把内侧翻过来清洗。在清理猪肚内侧面的时候呢，其表面呢会有一定的油脂，这些油脂我们要用剪刀呢给它剪掉，因为味道很臭，最好不要保留。有些人说肥油的味道香，去掉之后就失去灵魂了，但是肥油处理起来麻烦，而且经常吃也不健康，所以一定要把肥油清洗干净了，用剪刀剪掉即可。经过以上2步操作，大部分的粘液呢就都去掉了，但是表面呢还有存在粘液的，还需要进行清洗。我们再次放入盆中，往猪肚中呢加入少许的玉米面，还有高度白酒，并下手对猪肚进行揉搓。很多朋友呢喜欢用面粉，其实我更推荐大家使用玉米面。相比较于面粉的时候，玉米面比较粗糙，摩擦力自然就会更大，清洗猪肚效果呢就会更佳，比面粉的效果好。抓洗的时候呢还不容易黏糊糊的，面粉的话抓洗的时候就粘手，漂洗时更难漂洗干净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高度白酒呢是必须要加入的，因为白酒呢有很好的杀菌作用，其还有很好的去腥作用，两者一结合后就能把猪肚弄得更干净且无臭味。两面翻来翻去都用同样的方法搓洗，用这个方法清洗猪肚比面粉和小苏打效果好多啦。喜欢吃猪肚但是不会处理的朋友，可以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哦。下手不断抓揉，直到猪肚上的粘液被处理干净以后，就可以把猪肚放到流水下去对其进行冲洗了。猪肚在冲洗的时候，最好多冲洗几遍，这时候我们的猪肚呢就没有那种臭臭的粘液了，摸起来呢已经很清爽了，但是还存在一点异味，所以我们要再多加一步处理，把异味呢给彻底弄掉。将其冲洗干净后，给它转入大碗中，然后往猪肚中呢加入一把干茶叶、少许的糯米，再继续抓揉。这一步不是无故没道理的哦。
茶叶内部富含了丰富的茶多酚以及茶叶碱，把它们与猪肚混合，通过不断的揉搓以后，就能将猪肚中的腥味去除干净。而糯米呢，也具有一定的吸附力，而且糯米特别香，通过抓揉可以把香味融入到猪肚中。在加入茶叶去抓揉猪肚的时候，内部和外部呢，我们都要给它揉一揉，不要只揉一面，抓揉2分钟左右就行。最后再用清水多冲洗几遍。猪肚就清洗干净了。采用这个方法去对猪肚进行清洗的话，不仅效果快速，而且实用性会更强。与传统的清洗方式进行对比，这样的清洗方式真的很实用。你学会了吗？不管是大肠还是猪肚，都可以清洗得很干净。那么，除了我分享的这个清洗猪肚的方法以外，你还知道哪些清洗猪肚更有效的方式呢？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平时都是怎么处理的，让我也学学。接下来我们把猪肚焯水，猪肚呢放入锅中，加入葱姜、米酒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大火把它煮开。一只猪肚半只鸡，今天教你人人都爱的猪肚鸡汤，鲜美浓白，营养高，年夜饭必备。水涨开2分钟呢就差不多了。我们把猪肚夹出来，再用清水冲洗干净，主要是把浮沫、血沫清洗干净。然后控干水分，来到菜板上，把猪肚分割成小块，再切成粗条，这样切吃起来有嚼劲，也更容易入味。切好呢，先放一边。接下来我们准备的香料呢，不用太多，就白胡椒和姜丝就行，这样才能突出这道汤的鲜。准备一口砂锅，我们舀一勺猪油，将其热化。猪油的烟点相对较高，在炒制的过程中不容易过炒产生焦糊味，能够更好的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，并使猪肚在炒制的过程中更好的锁住水分和鲜味物质。再者，猪肚的脂肪分子结构特殊，能够与猪肚与鸡肉中的蛋白质、氨基酸等成分相互作用，产生更多具有香味的化合物，从而提升菜肴整体的香气和口感。总之，使用猪油炒制猪肚鸡汤，可以让这道汤品在香气和口感上都得到显著的提升。现在我们就可以下入香料了，将其炒香。现在就可以下入猪肚来进行煸炒啦。把猪肚炒至微微焦黄，我们就可以往里边加水了。记得一定要加开水哦。加入开水可以使猪肚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，减少蛋白质的流失，从而使汤更浓白。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现在我们盖上盖子，慢慢炖。猪肚炖煮时需要注意火候，尽量控制在中小火煮，这样能够让猪肚更加入味，肉质更加鲜嫩多汁。这会儿
我们再来处理鸡肉。半只处理过的鸡肉块，我们放入盆中，同样往里边加入玉米面和高度白酒来搓细。只要鸡肉足够新鲜，是不需要焯水的。新鲜的鸡肉本身血水较少，异味不重，焯水虽然能去除血水和杂质，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鸡肉的鲜味和营养成分流失。其次，玉米面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，可以有效吸附鸡肉表面的杂质和异味。再者，高度白酒能够消毒杀菌，同时也有助于去除鸡肉的腥味。综合使用玉米面和高度白酒搓细，既能达到腥味去腥的目的，又能较好的保留鸡肉的鲜嫩和口感、营养成分。这之后，我们再用清水将其冲洗干净就可以啦。清洗干净，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备用。这边用砂锅把猪肚煮约30分钟，煮至猪肚基本熟透，就可以放入鸡肉，这样可以确保鸡肉和猪肚的熟度比较均匀。然后呢，再次炖煮，大约炖煮20分钟，保持中小火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看看。哇，好香呀！这汤汁汤色看着就香，不信你闻闻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再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枸杞和红枣，还可以加入一些中药材，如党参、当归、桂圆等，以增加汤的营养价值和口感。调味的话，就加入少许的食盐就行，这样才能保证原汁原味，突出汤的鲜美。搅拌搅拌，再炖煮2分钟就好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炖煮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猪肚和鸡肉过于软烂，影响口感。众多广东人喜欢拿猪肚和鸡肉一起炖一锅猪肚鸡汤，口感鲜美，汤汁浓白，营养也极为丰富，滋补效果绝佳。喝完汤以后，再把爽脆的猪肚、细嫩的鸡肉吃了，别提多过瘾了，男女老少都喜欢。虽然我不是广东人，但是却对这道汤羹爱不释手。如果平时放假有时间的话，绝对会在家里炖一锅。价格也不高，人人都能喝得起，老少皆宜。外面的猪肚鸡汤虽然看上去卖相不错，但其实很多都加了各种添加剂的。想要喝到正宗、纯正、香味奶白的猪肚鸡汤，一定要自己动手试试。而且记得先喝汤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，让我们共同拥有美好的生活。希望这个冬天，每个人都能够吃出幸福滋味。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